靓仔，当你精准打进一颗关键球时，那种感觉直接爽到了脚趾头。不过大多数人遇到这种球，往往会心生恐惧，进球率非常低。这节课教大家5种方式来轻松应对关键球所需要的准度。第一种，后程加速法。大多数人的后手由于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，往往稳定性比较差，所以很容易在关键球的时候发力变虚。而后程加速法就很好的解决了这点，在准备出杆时放松小臂，先对球杆方向进行引导一小段，再开始加速送出去。在引导的这段过程当中，要始终用余光感知这根球杆顺着视线焦点的方向进行引导。引导完成后，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锁定了球杆的方向，这时无论你如何加速都不太会偏离这个方向了，力量也会特别扎实。第二种，试击法，在运杆时就带着准备好的力量去运杆，感觉白球就像消失了，在脑海中感受球杆延伸出去的方向，不断感知手臂肌肉动作的先后顺序，每一次朝前运杆就仿佛已经完成了一次出杆，这就叫做试击。从多次试击的感觉中找到最好的那一次，杆头稍稍在白球前停顿一下，利用刚才试击对动作的残留记忆，非常本能的把球杆拉回送出。这个方法很多职业选手都在用。第三种，摁杆头法。关键球出杆，由于心里害怕，特别容易有轻微的左右偏移，所以在出杆前需要给下意识注入杆头向下摁的念头，想着杆头朝着进球点位下方出杆，就能很容易将杆头从原来的左右波动限制在纵轴的上下波动。然而上下波动却不会影响白球的方向，出杆的力量反而更加扎实了。第四种，拉短送长法。还有一些手架不是特别舒服的情况下，长距离回杆容易后手不稳，此时就需要缩短回杆距离，但是缩短回杆就意味着力量容易变小变虚，所以在出杆时就要尽可能的延长出杆来获得加速的穿透力。对于需要精准控制白球位置的球型也非常好用。第五种，这个黑球非常难打，你只需要趴下去大力打一杆，蒙死他！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下课。靓仔，打进直角贴库球的原理讲解。遇到像这样的大角度贴库球，即使你打中了地球点，也会因为力量不够而打不进。这里教大家一招，利用左塞将目标球打进。当你大力击打左塞碰到库边时，白球会凹陷进去，增大白球与库边的接触面积，此时会加强左塞的效果，从凹陷的最深处直接朝左边运动，这样就相当于减小了与目标球的角度，从而提供更多的撞击力量。瞄球时可以先用中杆瞄准目标球后一颗球的位置，保持手架不动，移动杆头到左塞的点位上，记住用中大力击打，出杆就能将球打进。靓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课。靓仔，看看这一杆低杆是不是帅炸了？一看就是个高手，别人打低杆回老远，而你呢，用尽力气也就回来了2颗。因为你球杆没我贵呀。主要有3个原因，视频结尾有具体的训练方法。先说第一点，出杆点位不一致，明明瞄的是低杆点位，可是一出杆其实打在了中杆点位上，俗称压大臂，就是在出杆时大臂提前下压，导致杆头上挑。第二点，对应压大臂的错误动作就是提大臂摁杆头，这种情况偶尔会打出低杆效果，但是有时候强烈，有时候比较弱，更多的时候容易把白球铲飞。第三点，出杆没速度，整个动作软绵绵的，就算你打到低杆点位上一样拉不回来。那么怎样才能让出杆速度又快，打点又精准？按照这3步坚持训练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你的低杆。第一步，平顺度训练，在白球旁边进行空杆训练，手架尽量放平，杆头调到距离台面1毫米的位置，下巴轻微压住球杆，向后缓慢回杆，不断协调大臂的高度，使球杆始终保持与下巴轻贴的状态，直到球杆能非常匀速的从最前到最后，再从最后到最前。接着第二步，打点训练，将杆头尽量接近白球瞄准好的低杆点位后，缓慢回杆，接着匀速推出来，在末端加一点点速度，小力的定住白球，因为小力击打更容易看得清杆头到底打在了白球哪里，直到每次杆头的打点开始变得精准。第三步，加速训练，力的加速是需要支点的，当球杆回到最后方时，稍稍把球杆拖出来一点点，手肘会微微的向上提高，此时停在这个高度，用点力锁定好手肘这个支点，小臂开始畅快的向前加速，就像刚刚被释放的弹簧一样弹出去，这样打出的低杆可真是赏心悦目啊！靓仔，要是学会了记得让我一点哈。下课。靓仔，5种不可思议的杆法。1. 库边低杆。原理：击打库边方向，库边产生凹陷，使白球能逃出来。低杆旋转是为了在这里产生弧线，打进黑球。
2. 无解球绝杀，这杆球的原理也是同样击打库边方向，让白球逃出来，抬高杆尾，减少白球前进的力量。低杆点位能让白球再次减速，而左塞的旋转是为了在这里拐弯打进黑球。3. 跳球横移塞，这杆球的原理是通过抬高杆尾打右塞低杆，可以在撞击后跳起，当白球落回台面时，旋转和摩擦力发生了作用，使白球横着走到了黑球的位置。4. 绝处逢生，这杆球的原理是发力击打，让白球逃出来后撞到第二库的这个地方。打左塞是为了改变第二库反弹的角度，白球在这里产生小弧线拐进来，将黑球打进。5. 极限斯登反塞球，最后这杆的原理是抬高手架发力击打，让白球撞击目标球后起跳弹得更远。高杆则是为了让白球在这里产生向前的弧线撞库，右塞是为了在撞库后加速去撞第二库，从而有力量走到黑球的位置。学会的话记得让着我点哈。真屌！下课。靓仔，台球中5个防守小技巧，最后一个真的绝了。球型1，在进攻的过程中，如果有机会、有条件，可以温柔的将对方的球踢到帮上去，这样对手一定会给你投来赞赏的眼光。球型2，当你有一颗死球被对方阻挡住线路时，另一颗球比较好打，记住千万别把好打的先打掉，因为你打完后还是没办法处理这个难题。应该先这样，通过库边反弹撞走对方的球，让自己的球停在袋口，对手此时又会对你表示赞赏，而心甘情愿的让你赢下这局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球型3，欲擒故纵，对手死球比较多，此时没有合适的进攻球，可以击打库边球，将白球放在靠近底库的位置，目标球跑到靠近袋口的位置，引诱对手进攻。当对手打进仅有的一颗球时，面对眼前的死球，他只能使用一杆大力出奇迹。接着你又可以非常漂亮的赢下这局了。That's good。球型4，抢黑球防守。黑球在中袋附近，方袋没有把握，就记住这条防守线路，击打黑球左侧薄边，这样白球通过2库反弹后，对手就很难有进攻的机会。烦死了！球型5，分边防守，黑球与白球处于中线位置，此时想要防守，可以瞄准黑球一半的位置，控制好力量，就能将黑球与白球分边打到靠近库边的位置上。此时对手即使有保球的机会，一般人的进球几率也非常小。接着你又可以非常漂亮的赢下这局了。最后这几个作业大家都可以去练习一下：小灯杆贴球防守，目标球弹库防守，靠近库边粘球全场防守。靓仔，你学废了吧？下课。靓仔，手架不稳，打球不准。今天讲讲台球必学的7个手架。简易手架，五指张开，手背微微拱起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这种手架视线良好，日常使用。后斯诺手架，抬起平手架，2根手指向后折，增加稳定性，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后面有障碍时使用。库边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大拇指藏起来，食指护住球杆，呈直角状态，让出杆更稳定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距离库边不是很远的时候用。凤眼手架，抬起食指卡进球杆，大拇指指腹贴住中指的第2个关节，然后食指弯曲扣住大拇指，形成封闭的手架。这种手架适用于大头杆，打强烈杆法时使用。近库手架，当白球距离库边较近时，手架放在库边上，由于支点过高，容易影响击球的稳定性，此时需要用到库边手架。大拇指与中指贴于球杆，食指弯曲护住球杆的另一侧，并呈直角状态。记住，食指一定要给球杆留一点点空间。用这种库架打球，就能大大的提高进球的稳定性。贴库手架，平手架拉远一些，搭在库边边沿上，稍稍抬高一点后掌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贴库时用。扎杆跳球手架，握成拳头，张开食指与大拇指，2只手指做成圆形，环扣球杆。这种手架适用于凌空跳球和扎杆时使用。下课。靓仔，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，走路横着走。技巧1：中袋加塞。这个球型想要走位黑球的话，越大力加塞就越走不过去，可以选择小力高杆左塞，就能轻松的走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2：带脚走位。遇到这种半贴库笔直的球，很难走到黑球的位置，击打黑球有难度。这种球可以利用中高杆发力，通过带脚2次反弹，强行改变白球走位的线路，就能向上走，并且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。
中袋直球走位也可以利用带脚反向进行走位，稍微瞄左边一点点，打高杆，转带脚后就会向右走，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3：扎杆走位，遇到两球笔直，正常打进无法走位，可以抬高杆尾击打白球右塞的点位，打进目标球的同时会直接横着向上走，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4：带口走位，遇到带口球想要走位，新手往往会使用高杆，但高杆越强烈，白球越走不上去，因为打进球后，白球会很快碰到库边被反弹，高杆的旋转反而让反弹的力抵消了。正确的杆法是用中低杆击打目标球一半的位置，这样就能很轻松的吃两库后叫到黑球的位置，非常好用。技巧5：带口球走位，想要长台走位，太大力的话容易失误。可以先碰库边，再把球打进，这样就能轻轻松松叫到黑球的位置，拿下这局。技巧6：反向走位，遇到这种角度球，打进红球后，白球会往左边走，叫不到黑球。想走到这个位置的话，需要用到特殊技巧，立高杆尾，打在低杆右塞的点位上，即可叫到黑球。技巧7：克拉克走位，遇到两球笔直，正常打进无法走位，可以用中低杆瞄准在进球点左侧一点点，让白球先吃铺，再勾上来，打进球的同时还能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。下课。